本视频耗时168小时精心打磨，时长36分钟，将为你深度解读弘一法师讲的10种福报。在这纷繁的世间，如何修得福报，探寻生命真谛？弘一法师的智慧或许能为我们指引方向。从虚心、慎独到宽厚、吃亏等10个维度，每一种都是修行路上的宝贵境界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开启这场殊胜的智慧之旅，汲取这份来自大德的精神滋养。弘一法师讲的10种福报，可以作为我们修行之境界。第1，虚心；第2，慎独；第3，宽厚；第4，吃亏；第5，寡言；第6，不说人过；第7，不闻己过；第8，不负己过；第9，闻谤不辩；第10，不嗔。说到弘一法师，他是中国律宗的复兴人，可谓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流风遗韵，波及深远，为近代以来不可多得的4大高僧之一。但他在出家之前，原是一个大艺术家，写诗、作画、谱曲、演戏，无所不通，无所不精，当时就名满天下，实在羡煞人也。不过一般人万万想不到的是，他正值艺术的华丽鼎盛之年，却毅然出家。出家后，他不再是一个艺术家，一改散漫为严谨，严守戒律，修持律宗，终成一代高僧。我曾看到有文章记载，弘一法师去别人家里做客，落座之前都要把藤椅抖一抖，人家很不理解，我的藤椅没有问题，为什么要抖一抖呢？当时不熟悉，不好去问，后来熟悉了再问。他说，藤椅容易生虫子，我怕有虫子藏在里面，坐上去压死了，所以要抖一抖。由此之一般，可以窥见其持戒是多么精严。再看视频的每一位，我们于正信佛法的前提下，要想培植自己的福报，就要去借鉴这10个方面，把它当作一把尺子，随时随地丈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，如是便可以掘开福源，壮大自己的福报。第1，虚心。一个缺少福报、德性浅薄、不能跟别人很好相处的人，说明他的内心非常促狭逼仄，我执太重，那点仅有的空间只够他自己心性来生长，没有多余的空气和阳光来涵养别人。相反，一个德土深厚、福报隆盛之人，一定是一个心胸非常开阔、非常包容、非常接纳之人。这一类人，他才有绵绵不绝、用之不尽的福报。所以易经上讲厚德载物，厚德方能载物，就是这样一个原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点，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，世间万物正因为有其缺陷，所以才需要成长和修正自己。可是人往往只看到别人的问题，从来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，这是一种向外看的本末倒置的观察法。人应该反观自照，反躬自责，只有这样去觉察自己，在修行的道路上才能不断成长、进步和自我蜕变。但这是不容易做到的。虚心，首先是把心放空，心空出来了，方能容纳万事万物。所以虚心的修炼，它应该是个动词，就是不断地排除自己心中无杂之物的过程。当你的心像虚空一样无尽的时候，想一想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击到你、伤害到你？譬如有人手持一把刀，对着墙壁、对着桌子、对着一块幕布狠刺过去，可能把它刺破。但是你对着虚空刺，虚空会受到伤害吗？不会的。那我们与别人交往中之所以能受到伤害，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铜墙铁壁，我们自身就是障碍物。人的惯性思维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认为自己最重要，最注重自己的感受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必然造成很多矛盾和冲突。因为你以自我为中心，对方也以自我为中心，我相对，狭路相逢，互不相让，必然造成损伤。很简单，如果你对着一个影子挥以老拳，即使把你累得汗如雨下，影子也会无动于衷，因为它是虚的。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你若能把自己塑造的像虚空一样没有障碍，那么
任何人都伤害不到你，你也可以渗透到任何地方去。一个东西之所以能够成长，是因为它有空隙可以不断裂变，实际上那个空隙就是虚心。好比人刚生下来那么一点大，后来不断扩张生长，我们的骨头、头颅、肌肉、皮肤的细胞都在不断分裂、蜕变、衍生，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有空隙供它生长。如果我们把它禁锢到一个木匣子里，它怎么生长呢？同样的道理，人之品性想不断成长，就要不断把心打开，腾出空间。为人处事、经营家庭或者打拼事业，你希望达到一种理想的结果，首先就要把自己的心修得像虚空一样开阔无尽，那样你就可以承载万物，包容万物，涵育万物，还可以站在万物的制高点上去看待你自己。站在制高点是什么呢？从事物的开始看到事物的终结，从你的未来看到你的当下，从一期生命看到无量的生死。当你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人间万有时，你就成为这个世间的第一义者，也就是佛法中说的第一义谛。第一义谛是指至高无上圆满究竟之真理，因为它是从事物的成住坏空、人的生老病死、月的阴晴圆缺去看待世间一系列变化过程，它的开始和终结。宇宙万物尽管纷纭繁复，层出不穷，变化无尽，可是都由这个简单的主题贯穿始终，它是一条不变的金线。倘若任何事物我们都能从这种高度去看待，你会发现什么东西皆在你的掌控之列。每一个朝代有崛起、兴盛、衰落和消亡，每一个组织有肇始、发展、衰败和弥散的过程。这就像我们人有幼年、青年、壮年和老年，一年四季有春夏秋冬一样。我们去读历史，以这种成住坏空的宇宙观来摄受自己，体验生命的过程，我们就发觉自己也在无常的范畴里面存在和发展，是宇宙的一份子。当你没有这样一双通透的眼睛看待世间时，我们就被世间的很多东西所困扰，走不出来。以后有空了，去跟你的爷爷奶奶说说话，了解一下他们年轻的时候做了什么，壮年时候做什么，老了以后又做什么，现在在做什么。他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明天，他们的昨天就是我们的现在。用这种思维高度来省教关照自己，你就发现从现在开始，你没有什么看不开，没有什么放不下。真正的看破这种假象之后，明白世间不过是一个梦幻泡影的过程而已。一方面长流不尽，一方面常住不灭。拿佛教的话说，就是知道性空相有，又不离实相，不以空废有，又不只有爱空。那么我们采取的正确姿态应该是执而不着，活在当下。这就告诉我们要随顺一切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顺其自然并不代表无所作为，顺应当下也不等于放弃努力。所以我们要做到不急不离，不住不着，事来则应，事过即静。请记住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，就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你烦恼。真正的秉持这样一种理念去行事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困扰到你？钱钟书先生说，婚姻是围城，人生也是围城。城里的人想出去，城外的人想进来。但是我们想想，这个围城是谁造的？正因为我们给自己设置了新的篱笆，所以造就了思想的围墙、局限和隔膜。其实人和人之间又有什么区别？所有的阻隔、屏障都是人为造成的。虚空的另一层含义是谦虚，与傲慢相对。一个人表现出贡高我慢，不够谦虚，也是源于他内心寄存的东西太多，以此为是，故而他的内心不够空灵，承载不了太多东西。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执。为什么说这些东西只是暂时的寄存呢？因为你无论拥有什么，功成名就、财色名利，站在世间缘起法角度看，无不是幻生幻灭，过眼烟云。在此窝角虚名、蝇头微利上沾沾自喜，迷失掉自己，丧失了自己清净的本性，实乃最大的悲哀。所以在易经中，
只有一卦六爻皆吉，它就是谦卦。傲慢高山，不生得水，唯有把我们的傲慢之心、不可一世之心、高高在上之心收回来，返璞归真，时刻保持归零心态，你才能承载起那种财富、名望、地位和权力，才可以拥有大福报的馈赠。否则你很快就被颠覆了。这犹如踩跷跷板一样，那些外在的东西越高，你的内心就要越低，这样才能保持平衡。故而想要培福、惜福，就必须收敛、谦和，用这样一种水低为海、人低为王的姿态去修炼自己，常常使自己处于心虚而能生万法的状态。人常说为道极虚，道是最虚的，由此可以容纳一切。它隐而不显，看上去空落落，就像不存在一样，但它却是最强大的，可以主宰一切。第二，慎独。我们在家里打坐，实际上打坐即是慎独，即是锻炼一个人与自己相处的能力。慧能大师说，无嗔就是持戒，清净就是出家。究其所以，修行要在生活的五欲六尘这个大染缸中浸泡。那么打坐的时候，我们心不外持，清净、安逸、喜悦、光明，看心观境，对境练心，就是一种慎的功夫，一种独的功夫。其实慎独是古代儒家修炼的基本科目。俗话说，与人相处时守口，与己相处时守心，这很关键。有的人独自坐下来，便烦恼丛生，内心充斥了各种负面情绪，如泉水一样一股脑往外冒，止都止不住，这便是守心的功夫不到家。弟子规说，入虚室，如有人；直虚气，如直营。意思是，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要合乎礼仪规范，进入虚空的房间，像进入有人的房间一样。手中拿着空的盛物之气，就像拿着盛满东西的器物一样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以我们凡夫的眼光看来，不是很迂腐吗？其实儒家修身的本质意在告诉我们，有人和没人都一个样，你不能有人时文质彬彬，没人时满口脏话，公共场合知书达理，私下里却像个泼妇，这种修身就出了问题。修行一定要和我们的生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。有的人有了一点地位、一点名气、一点金钱，就自我感觉良好，不可一世，仿佛天下人见了他都要向他讨好，向他鞠躬一样。还有的人本来起点很低，通过苦苦奋斗，好不容易有了一点成绩，出人头地，觉得我就应该扬眉吐气，高高在上了，便不把别人放在眼里。对于那些以前不太看重他的人，更是大加打击，嘲笑挖苦，以解心头之恨。这样做的时候，他没有看清一个事实，就是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无常变迁、流动不居的。有一天，你的金钱和地位可能消失，好比官场上很多位高权重的人，退休后就门可罗雀，无人理睬一样。得到往往是失去的起点，爬得高，常常跌得重，事物的治理从来如此。与其到那一天灰头土脸，不如现在就给自己留一步退路。再说，那些暂时不如你的人，也未必一直不如你。根据事物的运行法则，物极必反，他们也会有起有落，有起有伏。所以，成功时对别人好一点，失败时对自己好一点，这叫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。不以得失萦怀累心，你就活得从容自在。一个人越是成功时，越要慎独，因为此时对你锦上添花，称颂备至的人比比皆是，而忠言逆耳、一心劝谏者稀若麟角。这时候，由于你心花怒放、激情万丈，或者粗心大意、骄傲自满，最容易出问题。好比在月夜骑一匹快马，你只觉得如诗如画、飘飘若仙，却不知未知的隐患就埋伏在路途，随时可能出现。第三，宽厚。宽是开阔，厚是厚道，合起来就是说，心胸开阔，心地厚道。一个不会斤斤计较、善解人意，永远以慈悲之心待人的人，
我们的身边如果有这样一个长者，一个朋友，一个善知识，那么你是一个有福报的人。反过来讲，若在你的身边总是环绕着一群小肚鸡肠、吹毛求疵、刁钻刻薄、动辄眦牙必报的人，你就应该反思为什么会是这样。佛教讲福人居福地，福地福人居。也许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，才感召了一批同一贫道者。想想我们自己平时无形中创造的是什么环境？对人不大度，不理解，不包容，不宽厚。我们每个人都是风水，你流动到哪里，就会污染哪里的气场，造成一个痛苦、不安详、不和谐的环境。伸出我们的手看看，上面是手背，下面是手心，手心和手背是一体的，完全不能分离。有手心就有手背，有手背就有手心，不是吗？所以没有一个人只有优点没有缺点，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。因之，我们对待身边的孩子、伴侣、父母、同事、领导和下属，是不是也应该以这种心去对待他？只要宽厚一点，不计较一点，理所当然的，人我之间就会融洽快乐。如今我们的国家讲求和谐，具体到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和谐的？每个人都不和谐，社会怎么可能和谐？每个人要和谐，首先就是自己的心跟身和谐，眼耳鼻舌身意不产生冲突，和睦相处，团结一致。当你身体健康了，内心愉悦了，就能更快更好的发展。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这样一个规律，你顺应这种规律就走得更快，你违背这种规律便寸步难行。所以儒家讲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你要想治国平天下，前提是什么？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。家都治不好，如何治国？身都没修好，如果治家，心都没摆正，如何修身？这是环环相扣的。哪一天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你会发现我们以前碰到的所有问题都来自于你当下的胸襟。因此，一个宽厚的人肯定是一个有资本的人。有句话说，原谅别人是强者的表征。你没有这个资本，很难原谅别人。没有这个资本，你怎么去宽厚？怎么去善待？怎么去慈悲？怎么去怜悯？这些统统做不到。所以菩萨可以做到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四无量心，因为菩萨有过累劫的修行，有本可资。在生活中需要学会感恩，一个会感恩的人肯定是一个宽厚之人。只要怀揣一颗感恩的内心，那个外感的世界就变得温馨美好。第四，吃亏。大家想想自己人生当中，你吃过多少次亏，受过多少次冤，没有去申辩，不觉得痛苦，也不认为自己窝囊。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就是高境界者。相反，有种人，别人稍微得罪他一下，或者说两句不动听的话，他就把人家定位成敌人。那这种人活得越长，身边的敌人就越多。不言而喻，一个人敌人越多，活得越痛苦；朋友越多，活得越快乐。要想朋友多敌人少，就要学会吃亏。我自己呢，平时想到最多的就是让自己吃亏。越吃亏，你越有福报。让别人欠着你，这是最好的修行，也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。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到吃亏，让别人欠你呢？不难发现，只要是人都不愿意吃亏。所以只有那种不计利益得失的厚德之人，具备远大发展前景的人，他才能做到吃亏。一个人他的谦和、包容、宽厚都在滋养培植他的德行。德行高深的人，温润如玉，如沐春风，便会有许多人乐于去亲近他，拥戴他。你看郑板桥的座右铭是难得糊涂，这个人其实绝顶聪明，所以他说难得糊涂。假如你本来是个糊涂虫，千万不要再糊涂，那样你就一塌糊涂了。所以吃亏是要有资本的，没有资本的人他吃不起亏，吃一次亏就捶胸顿足，念念不忘，纠结半年。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，你若想子孙发达，自己一生过得幸福快乐，
建议你每天在自己能看到的地方写上一句话：吃亏是福，抬头见，低头见，让这4个字时时给自己以加持，给自己以激励。只要能真正履行吃亏是福，最后就一定变成吃亏的福。学会吃亏，你将发现，原本很多棘手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别人说你一句，你不会计较；别人多占一点便宜，你也坦然让利，不仅不会生气，还感恩他给你一个修福报的机会。李嘉诚教导他的儿子李凯泽一个生意经，他说：你和别人合作，本来可以得8成，你只得6成，把更多的好处让给别人，最后来找你的人越来越多，你反而成了最大的赢家。这几年我也时常给身边的人讲，不要把你的算盘打得那么精，太精对你没有好处。你要让身边每一个跟你有关系的人想尽办法使他们得到利益，这样你的生意会越来越好。即便你在金钱上暂时吃了亏，最后你得到的是人缘。所谓财散人聚，财聚人散，这边得到了，那边肯定失去，这也是一种阴阳平衡关系。我总觉得吃亏是很好的生活理念，也许只有上之人才能够理解，只有大福报人才会这么做，知道吗？在佛教里，他当你的老公做牛做马，每天上班，把所有的钱交到你的口袋里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上一辈子欠你钱，今生来还的。你不断的布施、施舍，那些人今生或许没有一点回报到你身上，但下一生自然而然很多人就围在你身边，一起来帮你做事，这也是因果。你以这种思想去做事情的时候，就有很多人聚集到你身边，成为你的支持者。佛经曰：一佛出世，万佛护持，意思是一个佛要来到世间成佛时，其他无数佛会变成他的弟子来护持他。什么叫护持呢？好比一个人今天做什么活动，大家都来支持他，帮助他。我们家喻户晓的观音菩萨，他其实是正法明如来，为古佛再来，在无量劫以前就已经成佛了。为什么反倒来做菩萨？就是以大悲愿力广度一切众生而现菩萨身。一个能吃亏的人，首先是个有格局的人，其次是个有胸怀的人，再者是个有魄力的人。这种人，他这一生不发达，他的子孙早晚会崛起。反过来讲，倘若这一生你很落魄，问题多多，那是你以前没有做过善事，要么是你的祖宗没有积德，得了人世的便宜，必受天道的亏。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我们现在社会在这方面宣传的特别少，可能很多人不相信，但是你翻一下古书，这方面的记载很多，像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，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里面因果报应比比皆是。总之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能够做到吃亏，就是有福报的表现。因为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这是自然的法则，是宇宙的规律。所以当我们去支持别人，同时也是在成就自己。这种道理就是吃亏的原理。第5，寡言。寡言并不等于不言，而是少言、惜言。我们说话时要考虑这句话有意义与否，如果没有意义，就别说，有利于别人的才说出去。所谓言多必失，话说多了，过失常常围绕着你。一直以来，我对身边的朋友讲，你让你的父母学佛，这是对他们最大的孝顺。人到一定年龄，退休了，一天无所事事，心里空洞洞的，就会想儿女啊、孙子啊，还有过去放不下的某个纠结，到了这个阶段，心理生理都发现了变化。这时候你让他学佛，念佛，既有占心的事，又受益无穷。他念的时候，嘴巴在念，就不会有其他想法。不然天天给你打电话，你结婚没有？生孩子没有？你的生意好不好？唠唠叨叨没完没了。没事你就让他去念佛，意念儿女的事自然就管得少了，让他们有信仰，这是对他们最大的好处。我有个姑婆，活了90多岁，她的孩子就是我的表叔，是领养的，
对他不是很孝顺，但他没有上过心，从来没有埋怨过自己的儿子。老人家长年如素，每天饭吃了就去念佛、拜佛，精神生活足够丰富，所以没有时间想别的。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之后，最关注一点就是死了之后要去哪里。这个问题每个人早晚都得解决，早点解决，你的人生观点和自我定位就会不一样。第六，不说人过，话多了，不好的东西就在增加，口业很关键，所以修行的人要严防死守。印光大师有句话，闲谈莫论人非。当一个人不断在你身边讲别人不好的时候，这种人一定要想办法远离他。你不远离，以后就被他污染。再者，他在你面前说别人不好，就会在别人面前说你不好。来说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这件事同时告诉我们，在别人面前要尽量赞美人家的优点。我们佛教里有一句话叫僧赞僧，佛法兴。想当然，反之，僧谤僧，佛法灭。佛法如果不兴盛，要衰败了，这是一个表现。对于我们普通大众而言也是一样的，人则人，天翻地覆。人赞人，天清月明，过于苛责。经常拿着针去挑剔别人的人，大家都对他避而远之。芸芸众生在没有修炼成佛达到究竟圆满之前，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。当你只盯着一个人缺点看，发现这个人什么都不是；当你看着他的优点时，发现他其实蛮好的。所以一个总是看到别人缺点的人，其实是没有福报的人，而一个总是看到别人优点的人，就能见贤思齐，欣赏别人，吸取别人的优点，内化为自己的品质。不说人过，学会接纳别人，包容别人，尊重别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样的人都很有人缘，身边有很强的磁场，自然而然在他身边形成一个中心。反观一下，我们身边若有不好的气场，实际就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成功和失败都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间的解读。你的心念头吸引了这个气场，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气场，然后会成就什么样的生命。第七，不闻己过。闻是修是，意在给自己开脱。不闻己过是说你不要为自己的错误开脱。不负己过的意思是不要隐瞒掩盖自己的过错，它和后者的区别是程度轻一些。我们知道心能转境，一个地方不好，你心的磁场好就能转化它。那个环境再好，你心的磁场不好，照样难受。修行关键是要向内求，不是向外求。向外求了不可得，向内求一切具足。就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如果你的心是排斥的，就会觉得很烦躁，身上的汗不断流下来。你如坐针毡，度日如年，恨不得马上跑出去逍遥一下。那反过来讲，你如果想天热了，流汗是好事，正好可以排掉身上的毒素和湿气，对身体有益。而且在桑拿房里去蒸还要掏钱，这里可是免费的。当你换一种思维去想的时候，就乐于接受它。所以说烦恼即菩提，你能把烦恼所转化为清凉的，就在于你打开思维，有转悟而被悟转的定力。这样的人就是生活中的禅师。不闻己过的前提是认识到自己的过错，倘若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有错，文字就无从谈起。认识到了就要去改，倘若认识到了不去改，反而想尽办法来掩饰，便是错上加错。一如《弟子规》上说的，唐掩饰，曾一孤。第八，不负己过。覆盖，遮掩。在这里，弘一法师意在告知我们，得到别人的帮助，要心生惭愧心；看到别人的发迹，要心生欢喜心。因为这两点是我们常常做不到的，所以这种过失我们也常常忽略。所谓惭愧心，从某种角度讲，就是感恩心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时刻有这样一种省教之心。今天很多义工在给大家布置这样一个场所，我们要感谢他，给我们供饭的每一个义工，我们也要感谢他。今天坐公交车，
司机把我们拉到这里来，也要感谢他。当你有一颗感恩之心时，身上从里到外表现出来的都是知足、慈悲、祥和，这样的一种行为，就是对子女的最好教育。我们对孩子的教育，不是说让他考多好的学校，考多高的分数，实际上，父母给子女最好的教育，就是培养他人格的圆满。人格的圆满，第一宗便是感恩。因为一个人来到世间是由各种因缘促成的，缺少一件，他便不会正常成长和生活。知道感恩的孩子，在家里他会孝顺父母，去工作他有责任和担当，在人际关系中，每件事情都能处理得很好。你想想，当上司招到一个知道感恩的员工，把这些事情交给他，他只想着把事情做好，而不会有损害公司的行为，这样的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受到老板的信赖和赏识。所以人时刻要有一个惭愧心、感恩心，看到别人的发迹要心生欢喜心。这是告诉我们不要嫉妒别人。有的人见不得别人好，见不得别人比他强，巴不得全天下人都不如他，这样的事情可能吗？六道中的阿修罗道众生被称为坠落的天人，就是因为他们善妒、善斗，所以才去了那个道，否则就会享受天人的鸿福。看到别人走运、升官、发财，我们要随喜，尤其是看到别人行善和弘扬佛法，更要随喜。这叫随喜功德。随喜的功德是很大的，你虽然没有亲自去做，但也可以得到他的利益。所以嫉妒心是人最大的一颗毒瘤，随喜心则是最好的一种化疗。第九，闻谤不辩。别人毁谤你、欺负你、谩骂你，不去辩论。寒山和拾得有句著名的偈子，传说他们是一问一答对出来的。寒山问拾得：世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恶我、骗我，如何处置？拾得对曰：只是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，不要理他，再待几年，你且看他。别人毁谤我们，一个真正的智者，他不会放在心上，因为对一件很小的事，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看法、不同的见解和认识，这是世间最正常不过的现象。你一旦和他较真，就陷进去了，得不偿失。有的人讲法，希望所有人认同他的观点，这也是不正常的。我们应该明白一点，你就是再优秀，也不会得到所有人的支持；你即便再恶劣，也不会得到所有人的反对。事事如此，所以不要把别人对你的看法当作一回事。只要你认定这个方向是正确的，就坚持自己的信念往前走，不用在乎别人的说三道四。你越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和想法，就被外物所牵累，你的力量就削弱、分散了。人生是一个短暂的过程，如果在这短暂的过程做一到两件值得做的事，把它做好就够了。不要认为什么东西都能抓过来做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人也没有那么多精力。你的手抓了这个，必定要放下那个，抓了那个，必定要放下这个。当你贪得无厌、好大喜功，不断去争的时候，有一天你的身体都会承担不住，先垮掉了。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30-40多岁就去世了，为什么？当他没有那么大福报去承载那么多东西时，肯定要减少阳寿来承载它。你睡不安，吃不香，坐不稳，每天都在担心和恐惧之中生活，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的。所以学习佛法是要我们轻装上阵，不断的给生命做减法，去掉不必要的负荷，如此才能享受和体会生命本有的美丽轻盈。第10，不嗔。嗔就是嗔恨。仔细想想，在你的人生哪个阶段很容易上火，动辄怒火中烧，头脑一片空白？当你处于那种状态的时候，就是在地狱当中监考。不要认为死后才有地狱，你活着就可以享受人间地狱。那个火监考你的时候，内心没有一丝清凉，身上的毒素成倍增加，整个人的智商归于零蛋。有个实验说，人生气一次产生的毒素可以毒死一只老鼠。那你生气的时候，
就是在自己毒自己。嗔恨兴起一次，据说毒素3年才能消尽。有个道家的师傅曾经对我讲，你如果想长寿，痛苦的情绪不要在心内停留8秒钟以上，只有这种人才可以长寿，才可能健康。如果你把痛苦和嗔恨由白天带到晚上，今天带到明天，去年带到今年，那你肯定是个短命鬼。我们经常讲，不要用别人的愚痴来惩罚我们自己，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。所以关键是学会转化。我们讲到弘一法师培养福德的10种关键，你每天用这10种观点去写照自己的内心，校正自己的行为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开始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